那各位，這個節目就這麼快快的開始了。我們今天有一大堆有的沒的操作，就請各位好好的看一下。來，今天是2026年呢6月16日。那我們今天講的是科學，而且跟很多應用科學有關，不是單純的只講一件两件科學，我們要講很多應用，而且要很多發生在實際物理環境裡面的事兒。那這個事情就要好好的跟大家講一講。科學最迷人的地方啊，就是它從来不在乎你高不高興，你不高興那是你家的事。那今天的定場詩是3元1斤剛為骨，造價高樓火裡生。快挾飛梭驚四海，焰噴甲烷行5更。星鏈萬點接鈔票啊，熱極一條斷萬行。莫道狂人能勝物，千機散盡冷如冰。我們今天講的故事呢，一開場是從一個3塊錢的故事開始。1公斤的碳纖維啊，要135塊美金。1公斤的不鏽鋼呢，只要3塊美金，就是你家廚房水槽那種鋼。馬斯克突破的地方是在於拿這個1公斤3塊錢的鋼蓋出了一家市值1.77兆美金的公司。上禮拜五啊，才在 NASDAQ 掛牌，代號 SPCX， 第一天就漲了快2成，目前大概漲了快4成了。但我今天要告訴各位的，不是它多神，我們讓各位了解這一個破兆美元的公司，一路走到最後，都得要向物理定律低頭。為什麼說是物理定律？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必須要面對的就是冷酷的地球重力、地球的熱力學、大氣圈外面的逃逸速度、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甚至包含了散熱的問題。所以我們先從一個問題開始，你覺得一支火箭最貴的地方是什麼？大部分人直覺的會想什麼？會想說，這應該是一個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就是錢的問題啦。如果今天沒有錢，當然什麼都不能做。但問題是重點不在錢，重點不在錢。你覺得是高科技的材料，是隔熱瓦、航太等級的合金等等等等等等，但其實就不是啊，就不是，也不是燒錢的引擎。馬斯克年輕的時候跟你我一樣，他都這樣想。那他想完之後呢，後來才發現他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2002年哦，他想買火箭把東西送上太空，那跑去跟俄羅斯談。對方開的價碼貴到他覺得是搶劫，不合理。他在回程的飛機上做了一件很多人這輩子都不會做的事情，宅嘛，工程師嘛，遇到問題就叫數學出來幫忙啊。他叫數學出來幫忙，做了什麼事情？他打開筆電開始算，他用的方法叫做第一原理 （The First Principle）。這個4個字現在被講到爛了，但當時沒有人想到這個簡單的事情。這事情為什麼簡單？是這個事情要討論的瞄準的目標呢，就是到底你解決一個問題，任何一個問題，你要面對的是什麼狀況，你要面對的是什麼挑戰。那個最簡單的問題一定有一個最簡單的解決方案。那最簡單的解決方案是什麼？你繼續往下算就知道了。來，那第一原理就是不要管別人賣多少錢，你直接去問這個東西從無到有做起來，從最底層的物質開始，要值多少錢？這個東西才是關鍵哦！你不要一直以為還有什麼其他的邏輯、其他的原因，沒有。所以他把一支火箭拆開來，拆到不能再拆。鋁、鈦、銅、碳纖維燃料，然後他去查這些原物料呢，在大宗商品市場上面1公斤多少錢？各位猜他算出什麼東西？他整個把它拆成來，他整個把它拆開來之後呢，得到了一個答案，是
所有原物料的總市值加起來，只占這一支火箭最終售價的2%，包括的燃料，包括的金屬，包括的引擎，2%。你懂这個數字的意思嗎？這代表你買一支火箭花的錢裡面有98%不是買材料，是買別人不會做、別人不想做、別人壟斷着做的這個過程。所以在那個時候，馬斯克得到了一個結論，他說火箭不應該這麼貴啊。是這個產業故意讓它這麼貴，是這個產業沒有自由競爭，把它搞成這麼貴了。那好，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工程師仔仔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讓這個變成一個大的自由市場啊！你不要以前一直以為遙不可及，沒有，其實比你想象簡單多了。於是他做了一個在當時看起來像瘋子一樣的決定。他做什麼決定？他做的決定是自己做，引擎自己做，結構自己做，軟體自己做，公司自己做，連發射台都自己蓋。這個東西有一個專有名詞叫什麼？叫做垂直整合。聽起來很高級，但骨子裡就是一句話：我不相信你們開的價，我全部自己來。有一點點類似張雪，但是張雪還沒有弄到全部連外殼跟引擎都自己做，它有一些關鍵的系統還是要跟人家合作，但馬斯克是全部自己來，全部自己來。為什麼？我們先從這個故事開始，因為今天這一集，你看到每一個 SpaceX 讓大家覺得說他怎麼敢，他為什麼會這樣做，所有的邏輯都是一樣的，一切都回到物理的最底層重新算一遍。而第一個讓全世界航太工程師集體傻眼的決定，就是接下來要講的，他要用3塊錢1公斤的不鏽鋼去蓋一艘要去火星的太空船。那這是什麼意思？這個就是一個最簡單的讓你理解的，原料如果只占2%的話，那要想辦法，你只要想辦法就可以解決。那所以各位先記住一個畫面了，如果你看過星艦 Starship， 我給各位看一下，Elon Musk 有個好處，就是他真的很愛做各種各樣的宣傳片。我給各位看一個他們自己拍的宣傳片。那這個宣傳片我覺得音樂也不錯，但是我把它聲音調小一點啊。來，你們一邊看我就一邊講。來，你看過星艦 Starship， 就是 SpaceX 那時候要去火星的巨無霸太空船，你一定會被它外形嚇到。它非常非常的1950年代，全身銀色、亮晶晶的、反光的。它為什麼長這樣？因為它外殼是不鏽鋼啊。你看我們這個畫面，它所有的外殼，這個要特別解釋。為什麼大部分火箭外殼沒有顏色，都是原材料的原色？那個是因為任何的漆都占重量，就跟真正的沒有錢的747或者是客機都是沒有刷的不鏽鋼鋼鐵的顏色一樣的道理。那所以呢，你看到的 SpaceX 它的外殼就是不鏽鋼。我講白一點，它的外殼跟你家廚房的水槽，跟你喝湯那個不鏽鋼鍋是同一個家族的材料。Elon Musk 的本人怎麼講？他說我用的就是304號不鏽鋼啊，就是拿來做鍋子的那個嘛，多得很啊，便宜得很。各位，這在航太界是一件接近褻瀆的事情。你知道，在 SpaceX 之前哦，全世界的火箭工程師追求的是什麼？是輕，每一公克都要斤斤計較，因為你多1公克的重量，就要多燒一點燃料，然後達成第一宇宙速度。你要多燒燃料把它送上去，燃料最貴啦，所以大家用什麼？用鋁鋰合金，用碳纖維。又輕又強，貴的要死，但大家認為值得。SpaceX 一開始也是這樣想的，他們本來真的打算用碳纖維來蓋星艦，
已經在洛杉磯港邊呢做了一個廠房，買了昂貴的模具，因為要有專屬的模具，不像不鏽鋼一樣很賤，就是隨便弄一弄就可以了。那準備要開始做嘍。然後馬斯克又來了，他又拿出第一原理，算了一筆賬。这筆賬我們一個一個數字念給各位聽，因為這就是今天這一集的靈魂啊。碳纖維1公斤135塊美金，但這還不是真相，因為你的碳纖維在裁切的時候，因為它材質太硬，又沒有可塑性，所以你在裁切的時候會有大概5%的材料變成廢料。照着版型裁下去啊，你會發現剩下的邊邊角角用不了，只能丟，你又不能再熔再鑄，不行。所以碳纖維真正的成本哦，馬斯克自己講說接近1公斤200塊美金，不鏽鋼1公斤3塊美金，200塊對3塊。我們把它放大出來看，新建這艘船大概要用100噸的材料。如果用不鏽鋼，這100噸的鋼材料成本大概是30萬美金。30萬美金在火箭的世界裡面是什麼概念？是零頭中的零頭啦，根本不值錢。但各位，故事如果只是鋼比較便宜，那只是一個省錢的故事。我們家一龍兄不幹這種事，因為配不上今天這個標題。科學終將勝利的原因是因為他接下來又發現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鋼在低溫下會變強。新建的肚子裡面裝的是什麼？是液態氮、液態氧，對不起，沒有液態氮，他媽不會燒。液態氧、液態甲烷，溫度低到零下180幾度。一般的金屬啊，還有碳纖維，泡這種超低溫裡面會變脆，啪一敲就裂了。但不鏽鋼很奇怪，不鏽鋼在這種液態氧的溫度底下，強度不但沒有變差，反而變得更強。這就是材料科學裡面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特性。也就是說，這個3塊錢的鋼呢，剛好就他媽適合拿來做這一個超低溫的燃料，就這麼簡單，沒有要多說的，就這麼容易了。那所以第一個正好，而且第二件事情，就像壞掉機緣剛查的，鋼很耐熱啊，它不但低溫變強，而且它也耐熱，耐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各位知道，太空船最危險的時候不是發射，是回家。當它從太空衝回地球，跟大氣摩擦，表面溫度會飆到上千度。傳統的太空梭怎麼辦？貼隔熱瓦，貼滿全身，貼到密密麻麻。當年美國的太空梭呢，就是因為一塊隔熱瓦出問題，整艘船在回家的路上解體，所有的太空人全部罹難，通通上西天。那這個是一個很糟糕的狀況，這沒有辦法，因為它就是這麼艱困。但是偏偏是不鏽鋼呢，301這種不鏽鋼呢，要到攝氏815度才開始失去強度。這什麼意思？這就是新建這艘船哦，幾乎可以裸着身體，赤條條、赤裸金光的衝回大氣層內，不用貼什麼隔熱瓦，直接從太空衝回來。它只要在迎風撞那個大氣層受熱最猛的那一面，貼一點點輕量的防護就好。各位感受一下這個美感。別人為了輕貼了一身昂貴又脆弱的隔熱瓦，馬斯克用一個重但是便宜又耐熱的鋼，反而把問題給繞過去了。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剛剛講的哦，鋼壞了跟用錘子敲啊，鋼，碳纖維的東西哦，只要換戳一個洞，整條報廢，沒得修，整片整組換掉。但是鋼不一樣了，新建在製造的時候是什麼狀況？
新建在製造的時候呢，只要工人發現有問題的，就拿一個錘子他媽轟，敲一敲，或把那塊切掉，焊一塊新的上去。設計改了，現場直接改，這帶來一個你想不到的好處：人力成本。蓋碳纖維的太空船得要請1個小時250塊美金的專家，蓋不鏽鋼的嘞，蓋不鏽鋼的太簡單了，你只要請1小時50塊的焊接工人就好了。在德州那個叫 Starbase 的一個基地哦，你看到的不是穿無塵衣的科學家，是一整群戴着護目鏡、拿着焊槍的工人，好像在蓋一座鋼鐵廠一樣，在蓋火箭。好，講到這裡啊，我送各位一個今天的彩蛋。你知道這個不鏽鋼故事後來還延伸到哪裡去嗎？馬斯克後來又把這個又硬又耐操的不鏽鋼想法搬到另外一台車上面。Tesla 的 Cybertruck 那一台長得像三角形、被網絡笑到翻掉的電動 pickup truck， 它那個砍不壞，據說連子彈都打不太進去的車身，用的都是同一個家族 SpaceX 自己改良出來的不鏽鋼合金，叫做30X。PCC 欠說，我小孩在 Florida 的 SpaceX 那是發射站，3班制一堆亞裔24小時在運算，每周都在發射火箭，因為射越多賺越多啊。這話聽起來有點不太對，好，但沒關係，是真這樣講沒錯。謝謝浩哲送了一個拍手的海報，這個怎麼那麼奇妙啊？來，所以它容錯率很高，這個又簡單，好。但是這要特別講 ，Cybertruck 聲稱可以開過潛水，但你不要把它當船。他媽上次在德州有人把它開到湖裡去了，之後被判危險駕駛。來 ，SpaceX 改造成 Cybertruck 之後，你在路上看到那一台車，我有朋友他老婆說想要開那台車，但不好意思，台灣目前進不來。你可以跟他講說，那台車的皮呢，跟要去火星的太空船是同一個親戚，這就是 first principle 的威力。當所有人都在比誰的材料比較高級的時候，馬斯克在問一個更笨、更根本的問題：3塊美金1公斤的鋼，到底為什麼不能？到底為什麼不能上太空？其實它是可以的，是你誤認為它不行，它可以的。物理給他的答案是可以，完全可以，是你們人類自己想太多了啦。好了，到了下一個段落了，更荒謬了。更荒謬是什麼東西？是來筷子夾火箭啊！筷子夾火箭。如果不鏽鋼是省材料，那這一章要講的是省一個更貴的東西——重量。你先想一下，火箭發射上去，那個最大、最初裝最多燃料的第一節叫助推器，英文叫做 booster。賴清德會怎麼發音 ？booster。哦，好，我不要學。來，這個，所以 booster 把太空船推到一定高度之後，就會跟太空船分開，自己掉下來。傳統的做法，以前的太空總署呢，這個助推器掉下來就掉下來了，摔進海裡報廢，媽丟掉。等於你每次開車還沒開到目的地，你就把引擎丟了，下次再買一個新的，貴不貴？很貴，貴到離譜，貴到不划算。SpaceX 第一個革命也不是一開始就做好，它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做到這件事情，讓這個助推器自己飛回來。像科幻片那樣，屁股噴着火，轟，降落回一塊平台上。這個各位可能看過影片，已經很神了，能夠轟鳴自動導向回家。但是新建的助推器叫做 Super Heavy， 超重型，它太大了，大到一個程度是，如果你要讓它像 Falcon 9獵鷹9號一樣，
可以自己長出4隻腳來着陸呢？那恐怕很困難。所以我背後的畫面呢，就是 Elon Musk 提出這個概念之後，他的 Booster 歷經重重世代各種摔爛、爆炸、降落失敗的過程。但 Elon Musk 身為一個工程師，最厲害的就是失敗就失敗啊，怎麼樣？炸了我就再來一個。那你知道，我有一陣子為了翻他的那個編號，什麼 SN1、SN2、SN3，查了半天，我他媽才知道 ，Elon Musk 取火箭名一點感性都沒有，叫做 Series Number， 序號1、序號2、序號3。所以根本沒有取名，根本沒有殺小什麼東西也沒有。序號1、序號2、序號3、序號4、序號5、序號6、序號7、序號8，各種爆炸，你看到沒有？他反正炸就再來，因為裡面第一個沒有珮露，第二個炸了就用不鏽鋼再焊一台嘛，就這樣子啊。要掉了，媽呀！不行啊，他在海上站不穩啊。慘了，要掉哦！所以第一個，他第一個做法就是像你刚剛看到的 Falcon 9系列呢，都是用4隻腳駐穩降落，看又炸了，好，又炸了。那它穩定的降落在平台上面，可是 Super Heavy 實在太重了，你光4隻腳要撐得住它，就等於吃掉了所有寶貴的payload，那就不划算了啊！所以 SpaceX 就做了一個全世界都覺得他們瘋了的一個決定，他們說算了，搞不定，我們就不要讓這個火箭長腳了，我們就讓發射塔長出手來，我們等它降落成功，我們抱住它。你想，正常人都會覺得你他媽在說什麼？你在瞎雞巴講什麼東西？怎麼可能？但是 Elon Musk 就照幹，他就真這樣照幹。發射塔伸出2隻手臂，在半空中把一隻從太空掉下來幾十層樓高還在噴火的火箭，用夾菜的方式把它夾住。我跟你講，我看到的時候超感動的。那代表人類的科技做得到完成人類夢想的事情。工程師給這座發射塔取了個綽號，叫Mech Godzilla， 機械哥吉拉 ，Mechazilla。2隻手臂呢，因為動作就很像筷子，所以大家就叫它筷子 ，Chopstick。康枪第一次成功的，你看这個畫面。他光是炸那個 Falcon 9系列，炸了媽8、9年吶。但是 Super Heavy 第一次成功的時候，我有在看直播，一隻龐然大物從天而降，然後眼看就要砸下來，那隻手臂啪，輕輕一夾，穩穩接住，火箭就靜止在半空中，輕輕的畫。輕輕的畫，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用筷子夾住了一隻火箭。這個瘋狂的賭注賭的是什麼 ？Elon Musk 本來就瘋狂，本來賭的東西呢，就是一個邏輯，很簡單。與其讓每一隻火箭都背着沉重的着陸腳，不如把腳這個功能外包給地面那座塔，不用飛起來嘛，它就固定在地上，你只要接得好就好啦。火箭因此可以更輕，可以裝更多東西上太空，可以更快的再次發射，因為它一被夾住就在發射台上了，固定好了，檢查一下，加個燃料，理論上就能再飛。但是這個事情當然不是每次都成功，工程師不會要求100%成功，
所以為什麼工程師老是追不到女友，就是他覺得每次都試試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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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問一下，那時候試探一下，試探到最後妹子不爽了，你什麼機會都沒有了。哎，但火箭可以，火箭就是炸了再炸，炸了再炸，炸了再炸。星艦到現在還在炸，但是這個用塔筷子夾火箭這個概念的想法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 SpaceX 的邏輯。當別人在優化腳要怎麼樣做得更好的時候，他直接跳到下一個階段了。為什麼需要腳？我們為什麼要一個腳來做這件事情？既然不要，那搞屁呀！我就再改進這個筷子就好了。所以這件事情就有趣了，对不對？因為呢，我們要看到的這個邏輯呢，就是那我們要怎麼樣子再改進它？接下來還有東西要改進，改進什麼？改進引擎 ，Raptor 引擎。Winston Ruby 說，這個 idea 其實 DARPA 跟 NASA 在90年代就有 initial project， 但後來沒做出來。NASA 跟 DARPA 不知道怎麼搞，容錯率很低，尤其在這個案例裡面。Elon Musk 是不計代價，隨便你炸，一直炸，一直炸，你只要炸出一個邏輯來，我接下來就再繼續炸。但 NASA 跟 DARPA 不能承擔這個丟人，所以沒辦法。所以問題是他真的嘗試，而且真的嘗試之後不計代價，不怕失敗。這個 Edgar 說的好像理工人都愛實驗，真相是的，沒錯，就是愛踹到最後，你把自己的機會給踹沒了。來，我們接下來材料講完了，着陸講完了，我們現在講最核心也最硬的一個東西——引擎。星艦用的引擎叫做 Raptor。我要跟各位介紹一個名詞，你聽過就好，不用背。全流量分級燃燒循環，英文縮寫叫 FFSCC。來，這個東西簡單解釋，你不用記。火箭引擎呢，本質上就是把燃料跟氧氣用一種非常暴力但又非常精準的方式燒掉，產生推力。問題是你要怎麼把燃料跟氧氣餵進燃燒室？你需要泵浦去打，而打這個泵浦本身也需要能量，而且是壓縮、壓縮再壓縮，所以耗能很高。這能量哪裡來？通常就是先燒掉一小部分燃料來驅動。關鍵就在這裡。一般的引擎呢，為了驅動泵浦而先燒掉的那一小部分燃料，產生的那些廢氣，常常是直接排掉的，等於浪費了。而全流量分级燃燒這個技術，它厲害在哪裡？它一滴都不浪費。他把所有的燃料、所有的氧氣全部送進主燃燒室裡面，徹徹底底燒乾淨。但是當然，這個背後還有一些計算模式，就是那你要留多少才能降落？因為降落的時候還需要這個燃料來助推嘛。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這樣做的好處是效率最高，推力最大，而且引擎呢可以反復開開關關，開開關關，開開關關。謝謝謝福壽說朱大我愛你。前面有那個 A 文說朱大我上禮拜根本掛不進去 ，SpaceX 掛不到，誰掛進去？我根本2週之內不打算買。我先看清楚它的起伏之後再說。昨天成功小買一點，大約172左右的價格，這個還會賺。蜂蜜非常好喝，我會有空再買2瓶。雖然親自看到朱大時，朱大看起來很兇惡，但是朱大手確實很溫暖，因為手握緊是為了要扁你，所以手當然要溫暖，這樣子加溫才會有超熱引擎。好了，是什麼小啦？來，以謝謝你的支持。壞掉樓9說，請支持海上巨型科技怪單人阿爾巴老朱，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朱助打氣，謝謝。好，所以呀，關鍵在這裡。一般的引擎為了驅動泵浦，先燒掉那一小部分燃料，產生的氣常常是直接排掉了，因為
就沒辦法嘛，幹嘛留着啊？但是全流量分级燃燒，這個數是一滴都不浪費，一滴都不浪費，全部燒乾淨。這樣做的呢，好處是效率最高，推力最大，引擎可以反復的開開關關，可以調整大小。這對於要噴着火垂直降落的火箭來說，也就是它那個閥門可以調大調小，跟你媽騎重機一樣。這是生死攸關的能力。那這個技術有多難呢？我這樣跟各位講，你就懂了。全流量分级燃燒的概念不是馬斯克發明的，他很早就有。當年航太最強的2個國家呢，美國跟蘇聯都研究過，但是難到什麼程度？難道大家都做出 prototype， 做出原型機，做出實驗，而且沒有真的把它送上天？為什麼？因為它太複雜了。火箭引擎最好是簡單粗暴，一複雜了，東一個被凍壞，西一個被熱壞，或者是因為這個溫度上下跳動幾百度，最後撐不住了。他對材料的要求太变態，蘇聯的工程師摸過它，最後放下了，美國也是。一直到 SpaceX 的 Raptor Engine。這個躺在教科書裡面被2大強權都暫時擱置的技術，才第一次真正變成一個可以量產、可以反覆飛行的引擎。到今天為止啊，全世界真正用全流量分级燃燒飛上天的引擎數量是個位數，猛禽 Raptor 是其中最成熟、產量最大的一款。而且我還要補一個更厲害的細節，猛禽燒的燃料是甲烷 methane。為什麼是甲烷？這又是馬斯克下了一步大棋。各位記得這一個系列的終點是火星嗎？甲烷這個東西呢，理論上可以在火星上就地生產，用火星大氣裡面的2氧化碳加上地底下的水冰，透過化學反應做出來。你聽懂了這個做法啊，這個做法是，他選擇甲烷當燃料 methane， 不是因為甲烷在地球上最好用，是因為將來太空船飛到火星，總要有燃料才能飛回來嘛。如果這個燃料可以在火星當地自己做，那就不用從地球大老遠卡過去，重量還要算一半來回，沒有，當地取材就好。所以 Raptor Engine 從他選擇燒什麼的那一刻起，他的設計目標就不是地球，是火星。一開始就胸懷火星，你說這有沒有趣？所以各位，這就是我想要讓各位看見的東西。一顆引擎，它的燃料選擇藏着一個橫跨幾億公里、幾十年的大計劃。這不是浪漫，這是冷靜到可怕的工程計算。而且，你再看一看這一個引擎哦，我前面講了不鏽鋼，講了筷子夾火箭，講了猛禽引擎，聽起來都很酷。我現在要跟你講一個沒有那麼酷，但是沒有那麼上鏡頭，可是才是 SpaceX 真正護城河的東西，那就是重複，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到2025年2月為止，SpaceX 官方公布了一個數字，他們的獵鷹9號火箭第一節助推器重複飛行的次數累積超過了384次。這應該有更多的數據，但我那時候懶得去挖，我寫到這裡就夠了。那個成功率是100%，整流罩呢，也就是火箭頂端保護 payload 的那個殼，重複使用超過300次，成功率也是100%。那很多人听到重複使用100%，你第一時間一定覺得說，哎呀，這個東西呢，很有可能最棒的地方是什麼？最棒的地方是省錢呀，省錢。Not really。重點不是只有省錢，重點是在於呢，
你有沒有想過，成本天差地遠，沒錯，但問題是呢？問題是不是省錢吶？甲烷不是在火星當地要開採，它是用地底的水，這是用地底的水跟二氧化碳來合成，這是一個合成。來，但省錢只是表面，你搞錯了，重點不是在於省錢，重點在於重複使用，累積了300、400次的各種動力、各種天候、各種溫度、濕度的 data。我這樣講，傳統航太工業，一支火箭通常飛一次就沒了。你想想看，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啊，你每一次做出來的東西呢，毫無累積，就是炸了再炸，然後下次再說，意味着每一次飛行都是首飛 （first flight）。你對這支火箭的了解，永遠停留在理論上它可以，我做出來之後不知道可不可以，讓我們試試看。但試了一次之後就沒有了，你沒有機會看着同一支火箭、同一個設計飛第2次、第3次、第10次，然後去比對。哎，這個零件飛了5次之後會怎麼樣？那個焊縫呢？飛了10次之後有沒有疲勞？ SpaceX 因為一直回收、一直重飛，它累積了什麼？它累積了一個全世界沒有任何人有的東西，同一個設計，連續飛行幾百次的工業統計資料庫。各位，這個東西呢，砸錢買不到，它只能用時間，用一次又一次的飛行，慢慢長出來。什麼叫慢慢長出來？當你的競爭對手還在做第一次發射，讓我們祈禱成功的時候呢， SpaceX 已經在做同一款引擎飛了300次的疲勞分析。這個差距不是錢的差距，是時間跟飛行次數的差距。有了這麼大的差距，你就知道很多東西再也不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就是 SpaceX 最強最大的護城河，因為這才是真正的方向。當然，講到這裡，各位可能覺得 SpaceX 不就無敵了嗎？我跟你講，其實不是。我等下會幫你一個一個分析。不是，科學告訴我們，饒是 Elon Musk 我們當代的鋼鐵人，當代的 Tony Stark， 還是有些東西沒有辦法克服。哎，不對哦 ，XL 說飛那麼多次，出一次問題本全丟了，不對，它超便宜的。Falcon 9超便宜的，你炸了10次，本也不會丟。不信你看，等等，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數據題。你看，我們先看價格。你如果用碳纖維做，你他媽炸了一次，可能就真的完蛋。你用碳纖維加了35%的廢料報廢率，你炸一次就完蛋。但問題是，新建的試飛記錄呢，12次裡面7次成功，5次失敗。而且等一下我再跟你講啦，為什麼我會說不用擔心？這個概念很簡單。TW 說不會省錢，為資料庫，老朱真的用功給你按讚，謝謝 TL 賞識，能夠過得了 CEO 的法眼也覺得不錯。Angelica Wang 說把地球的天空跟海洋開發好就好，搞火星我覺得太愚蠢。等等 ，Elon Musk 的概念叫 Interplanetary System， 跨行星的技術，而且最重要是搞火星哦。Aim in the star, you will not ending fall on the ground。瞄準星辰，你就不會摔入泥漿啦。
就這麼簡單吶、人工成本很高，維修費驚人，又是一個一半來沒聽見的。你去打聽一下，維修碳纖維跟維修不鏽鋼哪一個貴？但我就不多講了，請你認真讀書做功課，知識會讓你自由，而不要半瓶子晃蕩，好不好？來。我必須誠實的告訴各位另外一半的真相。剛剛那個100%成功飛了300多次是 Falcon 9，那一隻已經成熟了，現在每個月幫他賺錢的火箭。但是那隻要上火箭最新最大的星艦 Starship 到現在還在炸。截至今年5月27號，星艦總共試飛了12次，成功幾次？7次，失敗幾次？5次。最近一次呢，今年5月22號的第12次試飛，最新的 V3 版本 Version 3，最新 Raptor 3的引擎的第一次上场，結果雷。升空的时候，一具引擎熄火，助推器要回頭點火的時候，沒能點着，所有引擎失去平衡，提前關機，硬生生摔進墨西哥灣。而且各位，事情還沒完。這次試飛之後呢，美國的航空主管機關 FAA 直接要求 SpaceX 必須先做完一份事故調查報告，才准他再飛。下一次試飛可能要排到7月了。Sylvia Chang 說到了啊，他趕回來了。Wall 說比看電影便宜，摳門阿婆在抖啊，請大家推讚啊，沒關係 ，FPL。我知道你來晚，我一聽你提到的問題，我就知道我前面有講，我知道你會提這一類問題，說我前面有準備，但我有準備你沒聽到，所以沒辦法，沒辦法，多讀書，大家都多讀書，我也多讀書，你也多讀書。我最近在看不好意思，我最近在看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那還不錯，正在看。然後我接下來想要看什麼呢？我接下來想要看叶真忠顯的絕教，還沒打開來，但沒關係，我馬上就要看完了。可是我的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呢，有3集還沒看完。這個 Mr. 劉建議說 SpaceX 已購入，謝謝朱老闆。我要再等2週啦，不好意思，現在還沒有要買，我要先等它飄來飄去，飄來飄去。好，而且 Elon Musk 要自己做 Terraform， 來，沒關係。結果 SpaceX 被迫要求要做事故調查報告才准再飛，下一次試飛可能要排到下個月7月了。所以各位看到了嗎 ？SpaceX 真實的樣子，一邊是 Falcon 9飛了300多次，穩定到無聊的成熟機器，每個月默默賺錢；另外一邊是星艦那種還在天上爆炸，還被主管機關按下暫停鍵的實驗品。McKinsey， 你今天這麼 horny 是炒股票失敗是不是？媽，全聊天室就你一直在講黃段子，媽劉冠超還沒來是怎麼樣？今天想做運動是吧？Winston Ruby 說朱大什麼時候再出書？事實上，我已經快寫完一整套在監獄裡面寫的書，然後我同時在寫《魔戒》的同人、《龍槍》的同人，還有一套小說。但是現在這個時代出書實在不是很靠譜，等我看看怎麼做吧。等我有助理可以幫我聯絡之後，我再去問問看，好不好？來，我繼續往下走，繼續往下走。另外一種 Elon Musk 同時在嘗試的是星艦那種還在天上爆炸，還被主管機關按下暫停鍵的實驗品。所以呢，成熟的那一半是他現在，爆炸的另一半呢，是他賭上的未来。而在這個2半之間隔着的是無數次的失敗，無數份的事故報告，跟無數個下一次應該會更好的承諾。這就是等價交換了。你想那個快速迭代、領先全世界的速度，你付的代價就是要能夠承受在全世界面前一次又一次的炸給大家看。來，接下來最妙了，養活火星夢。
其實甚至不是我們剛剛講的，甚至不是 Falcon 9去起點會被追更吧。Edgar 說：“朱大去起點出我訂閱全篇，好，等我跟起點聯絡看看，好不好？這是我那不是小說我那個是科普跟那個散文起點有出散文嗎？好，等等，我要拉回來講了。養活火星夢的呢，其實是那1萬顆繞着地球跑的鈔票啊！各位記得要按讚，好不好？趕快。”記得要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目前線上的人數呢600多人，但是很多人根本忘記按讚，這樣不健康，不給空，請大家多多支持。來，問題來了，星艦一直炸，東炸西炸，炸翻天，那到底是誰養活火星夢？猛禽引擎、不鏽鋼、Mechazilla。這些研發都在燒錢，这些研发都在燒錢。SpaceX 哪來這麼多錢，可以一直炸一直燒？各位，答案在天上，在各位頭頂上大概500公里高的地方，繞着1萬多顆衛星，那就是星鏈 Starlink。到了2026年6月1號。根據追蹤衛星的天文學家 Jonathan McDowell 的資料，星鏈在軌道上的衛星總共有10413顆，其中正在運作的10397顆，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 constellation 衛星星座，沒有之一。它替全世界的1000多萬個用戶提供網絡。CXC， 好，我再去看看。但我也想要出實體書，重點不是真怎麼想賺，是想要給大家買，好不好？讓他有一個東西收藏。而且 Starlink 我也想買，要不是台灣的政府死不讓它落地，我都想要去日本或者去韓國做 Starlink 的訂閱，然後到處做直播。好，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要講星鏈的網絡有多快，我要講的是星鏈是整家公司的金牛，它的錢都是星鏈賺的，好不好？我給各位看一個數字啊，各位就懂了。SpaceX 把自己的業務分成幾塊。一塊叫做太空 space， 就是發射火箭、送貨、載人這些；另外叫做 connectivity， 就是星鏈。2025年這2塊賺錢的能力差多少？發射火箭的那一塊調整之後的獲利大概7億美金，星鏈那一塊呢72億美金，7億對72億，各位差10倍啊！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今天的 SpaceX 它早就不是一家靠發射火箭賺錢的公司了，它本質上是一家太空網絡公司。它順便擁有了全世界最強的火箭，順便現在很大一部分功能，它的火箭是用來把自己的星鏈衛星一批一批送上天，它自己是自己最大的客戶。SpaceX 期權今天開盤嘛，100%看漲，400目標價420元。我再等等，再等2周，基本上我個人習慣是等2周。亮哥說他看不懂這些公司因為他不是科技宅宅啊。我們這些宅宅嗎？拿星鏈去什麼偏遠地方？你見鬼了！我要去司馬庫斯嗎？我要去山頂嗎？我要去排雲山莊嗎？不是，我只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穩定連線，我就開心了。有星鏈就不需要衛星電話，可是你那個地方必須要有星鏈。馬斯克是可以主導開開關關的。民進黨對馬斯克有意見吶？你以為他講了一些什麼狗屁？說什麼這個東西那個東西，所以我沒有用星鏈。
實際上，星鏈 Starlink 在全世界的標準都是要自主營運，但是日韓跟台灣都一樣哦，請注意都一樣，它要求這些公司要有本土資金，不能由外國公司主導，但日韓都克服了。就台灣沒辦法克服，看我們這是超屌的，我們一邊抗中保台，但一邊最好的衛星不用。所以別提了，這是反科學、偽科學的東西，我們不能解釋啦。隨便你，你開心就好。你想要去找那個英國那個超爛不到馬斯克1%能力的那個衛星公司合作，好，那你家的事，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解釋，科學不能解釋，好嗎？來，所以啊，星鏈賺來這72億，就拿去填新建那個無底洞，去燒火星夢的柴火。各位看到這個結構有多巧妙了嗎？馬斯克等於是在天上蓋了一台印鈔機，然後用印出來的鈔票去買他通往火星的船票。但是，各位接下來又要講但是啦，這1萬多顆鈔票開始產生它的代價。第一個代價，天上太擠了，衛星越來越多，互相碰撞的風險越來越高。SpaceX 自己都承認，這1年以來，衛星碰撞的風險提升了200%，多到什麼程度？多到 SpaceX 自己決定要在2026年主動把好幾千顆衛星的軌道降低，來降低相撞的幾率。但是降低之後，壽命會變短哦，因為你在低軌運行會越來越慢，越來越慢，最後要掉回去的。而川普的金球 Golden Dome 講的其實就是這一個低軌衛星的產品。TW 生氣啊，他都講到這個就幹。OneWeb 目前在軌運行的衛星數量約為654顆，連中華電信人都在罵，他物理上就差很多，媽神經病，腦袋有洞的人才會用這個產品的。全世界大家就是有台灣堅持投資，別講。來，各位思考一下這個畫面：一家公司呢，因為自己放的東西太多了，多到把天空塞爆了，於是只好親自動手，把自己的東西往下挪。這就是規模的詛咒，這就是規模的詛咒。不是 Winston Ruby 星鏈不可以是高軌衛星，因為它用的聯繫方式是低軌最能發揮，因為它需要高速。它需要能夠讓你的網絡夠快，你弄到高軌嗎？算個屁用啊！高軌就是3顆就全球同步了嘞，不是？它要用低軌大規模的編織。當星鏈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它最大的對手變自己。來，而且第二個代價很好笑，第二個代價真的我沒有想到，媽幹科學家這麼靠北。你看，這個是實際上的畫面，你用那個望遠鏡其實看得到，在比較沒有光害的高山上是看得到的。那天文學家在哭，這1萬多顆衛星，每一顆都會反光。對於那些在地面上想要拍攝遙遠星系、研究宇宙的望遠鏡來說，這些亮晶晶的衛星啊，就像有人在你拍長曝光月景的時候，不斷的拿手電筒在鏡頭前面晃。星鏈的衛星拖痕正在污染人類仰望星空的視線。我們為了讓地球上每個角落都能上網，付出的代價是讓整個人類越來越難看清楚頭頂上那片幾千年以來一直在那邊的星空。它變成光害了，它變成光害了。对，星鏈的衛星功率不大，所以他媽它不能高軌嘛。講這麼多，你物理邏輯不懂是不是？電波的能量跟距離成反比呀，至少反比。所以啊，這又是一次等價交換嘛。這次交換掉的東西叫做星空。來，後面呢？後面又要講上市的時間了。光頭亮為什麼看不懂 ？SpaceX 很搞懂啊，你要做功課嘛。好，不管，我們不要再嘲笑光頭亮了，人家畢竟是一個圖書管理員，他不是工程師仔仔。
來講到錢了，我們把那個最大的數字攤開來講，上市。各位知道 ，SpaceX 當了24年的私人公司，馬斯克一直不讓它上市，結果2026年6月12號，就前幾天，它終於上市了，在 NASDAQ 代碼是 SPCX， 這是人類股票市場歷史上最大的一次 IPO。我把確切的數字給各位，看還是我今天晚上買了2-3張啊。因為這個數字很重要，而且網絡上有很多版本是錯的。我這邊是跟路透社、CNBC、彭博這些第一手、低等級的媒體核對過的。它的發行價固定在一股135塊美金，用這個價格算呢，公司的估值是1.77兆美金，不是2兆，是1.77兆。這個估值讓它一上市，就成為全美國第6大的上市公司。市值超過了馬斯克自己另外一家公司叫 Tesla。上市第一天股價怎麼走？開盤就漲，盤中一度衝到168塊多，收盤收在161塊左右，漲了大概1.9%。在那個盤中最高點的瞬間呢，它的市值短暫的摸到2.21兆美元。所以各位如果看到2兆這個數字，那是它盤中衝。我當然知道誰是圖書館員，但問題是，當年的圖書館員不用管特斯拉，不用管 SpaceX 啊。那問題是，現在的圖書館員，美法工會會長郭正亮是需要懂 Tesla， 需要懂 Starlink 跟 SpaceX 的嘛？大家都那麼看好，怎麼會有人掛出來賣？換錢呢、啊？短期獲利了結，你懂不懂？沒有要抱長遠的，有很多的投資是短期拿過錢就拿出來換的。哎，我怎麼不知道郭正亮讀過機器？哈，等等，不要先討論他。所以2兆市值這家公司是他盤中衝最高那一下的市值。不是它上市的估值，這2個要分清楚。來，1.77兆聽起來風光無限，對不對？全美第6大，史上最大 IPO 超越特斯拉。但是各位，我們要看另外一邊賬本的另外一頁，什麼東西呢？這家公司估值1.77兆的時候呢？它從2025年初到2026年第一季結束，累計的虧損是87億美元，而且更精彩的是虧在哪裡？虧在哪裡 ？SpaceX 今年2月把馬斯克另外一家做人工智慧的公司 xAI， 就是做那個 Grok 聊天機器人併進來。這個 AI 部門光是2026年的前3個月就燒掉了77億美金，營運虧損24億。哎，我可是有花錢買會員的，而且我花錢買 Super Grok， 我很認真的。所以各位看清楚這個賬本，一邊是星鏈那台在天上印鈔票的金牛，穩穩賺；另外一邊呢，是星艦在燒，是 AI 在燒，燒出87億的累計虧損，市場給它的標價是1.77兆。Thiel 說朱大展一季再投吧，先觀察一下今年空間大遷移的狀況再出手。哎，今年 Anthropic 也要上市，哎 ，OpenAI 也要上市，哎，看這個風險真是越來越高了。圖書館是啥梗？你看。去查一下這個對岸的開國元勳原來的工作是什麼？什麼不是彎弓射大雕？那一位是工作是什麼？來，所以各位看清楚這一個賬，一邊是星鏈在那台天上印鈔票的金牛穩穩的賺，另外一邊是星艦在燒 ，AI 在燒。燒出87億的累計虧損，然後市場給它的標價是1.77兆，1.77兆，這個估值是建立在夢想跟信念上面的。
相信星艦有一天會成功，相信火箭夢會實現，相信那個我們等下要講的瘋狂的太空數據夢會成真。我講一個數字，各位就知道這個相信有多貴啊！1.77兆的估值啊，除以它1年的營收，這個比例叫做本益比的親戚，叫市銷率，算出來是60倍。一般成熟的公司，這個數字是個位數，60倍意味着市場願意為它未來做的事情付出極高的溢價。各位，這就是真相總是傷人的地方啊！1.77兆這個數字啊，閃閃發亮，但是當你把它翻過來的時候，背面寫的是87億的虧損，跟一個還在天上爆炸的火箭。市場買的不是它的現在啊，市場買的是它的未來，而未來從來沒有人能保證。那麼，市場到底在期待什麼樣的未來？願意付出這麼瘋狂的代價？答案就是接下來這2個段落。馬斯克畫了一個全新的東西，比火星還大的餅。這個餅的名字叫做把數據中心搬到太空去。來，我們講太空算力到底是一個 hallucination， 是一個幻覺，還是真相？當 AI 撞上熱力學第2定律的時候，到底會得到什麼答案？我不知道，各位想一想哦。來，今天這是這一整章的核心，因為要科普 SpaceX， 講太多細節你會睡覺嘛，所以我們要講的是一些一般人不會說，但其實同樣重要的內容。這個重要的內容是什麼？這個重要的內容呢，就是你要如何讓這個系統能夠持續的運作下去。怎麼持續運作？真相總是傷人，很遺憾，他的想法不見得能夠實現。Elon Musk 今年6月8號上市前幾天公布了一個東西，一顆衛星叫做 AI One， 就是畫面上這個示意圖 AI One。TLTW 說空間大遷移哦，指的是 SpaceX 決定在2026年內主動將高達4400顆運行在550公里的衛星逐步調降高度至480公里。在這波過程中，任何被評估為效能不佳、故障或其他退役的衛星，都將在今年被集中引導脫離軌道並燒毀。這是人類第一次大規模的遙控外很衍生的環保相關爭議。先看看再出手，小心一點。這是 TL 給的忠告。來，在這個狀況啊，這顆衛星是幹嘛的？是一個飄在太空裡的數位中心，數據中心 （data center）。各位還記得現在全世界瘋什麼？瘋 AI。AI 最吃什麼？吃電、吃算力。地球上的數據中心現在遇到2個天花板：第一個，電不夠用；第二，電網扛不住，又太熱。那些 AI 晶片運轉起來之後會產生大量的熱，要用大量的水跟空調去冷卻，很多地方水都不夠用，不止電不夠用，水都不夠用，居民也開始抗議。馬斯克的點子是什麼？好啊，既然都不夠，我們把數據中心搬到太空去，射上天空。他的理由聽起來非常誘人。第一個，太空有用不完的太陽能，而且在特定軌道上，太陽幾乎24小時照着，不像地球有白天黑夜。第二個，也是它主打的賣點。
太空很冷啊，外太空的背景溫度是-270度，冷成這樣，散熱不就免費嗎？這故事真是太漂亮了。如果你不熟熱力學，你會覺得幹太有道理。無限的太陽能，免費的冷卻，不占地球的土地，不搶地球的水，簡直完美 ，perfect。馬斯克曾經說啊，再過幾年，全宇宙生產的 AI 算力最便宜的地方就是太空了。各位，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取悅大家的頻道，這集講到這裡就可以收尾了。棒！Elon Musk 已經解決人類未來所有的問題了，多美好的未來，多偉大的願景！大家鼓掌，散會。但是不好意思哦，這裡是朱學恆的萬事通事務所，我們從來不給假希望，所以你以為有希望，他媽卻不是。我在這邊要告訴各位，那個太空很冷，所以散熱免費的說法是錯的，是一個美麗、符合你的直覺但違反物理的幻覺。我慢慢跟各位解釋，這個東西實際上不難懂。你看到這個畫面，就是一個想象中的 data center 太空站，站與站之間呢，用光纖聯繫。怎麼供電那個反而簡單，那個用太陽能板。來，我慢慢跟各位解釋，地球上你的電腦怎麼散熱？靠空氣，靠水，風扇吹把熱吹走，水冷把熱帶走。熱要傳出去，需要有介質去接觸，帶走它。空氣、水都是熱的搬運工。那太空呢？太空是真空，真空是什麼意思？意思是什麼都沒有，沒有空氣，沒有水。你想想看，太空是很冷，沒錯啊，但是冷跟能不能散熱是兩回事哦。你的熱要怎麼傳到那個-270度的太空裡面？沒有空氣幫你吹啊，沒有水幫你帶，你的熱被困在衛星裡面傳不出去。那在真空裡面，熱唯一能跑掉的方法是什麼？只剩一種，叫做輻射，就是靠紅外線把熱發射到太空裡，就像太陽曬到你身上那種傳熱方式。倒過來，問題就出在這裡，輻射散熱慢得可憐。物理上有一條定律，叫做斯特凡波茲曼定律。有點難解釋啊。好，等等，我給各位看這個東西好了。斯特凡波茲曼定律啊，是什麼概念？是畫面上這個概念，名字記不住沒關係，我只講它的殘酷結論。這條定律說什麼？你靠輻射能散掉多少熱，跟溫度的4次方成反比。這個4次方的意思是在晶片能安全運作的那個溫度下，你一塊1平方公尺的散熱板拼了老命，1秒鐘也大概只能散600多瓦的熱，輻射到太空去。600多瓦，各位，你他媽開一個吹風機，為什麼你家常常因為開吹風機跳電？因為它瓦數很高啊。AI-1 這個衛星呢，要散多少電？它的運算功率是120千瓦，峰值是150千瓦哦。你要知道它那個散熱板要多大嗎？AI-1 這個衛星哦，太陽能板攤開來一展70公尺，比一架波音747還要寬。但散热板多大？散热板要110平方公尺啊！這顆衛星與其說是一台太空電腦，不如說它是一台巨大的在太空裡拼命想要把熱甩掉的散熱片，就是這麼北爛的。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呢，遠比你想象要慘爆多了。我再給各位一個對照，各位就知道這件事在物理上有多硬。國際太空站 ISS， 人類在太空最大的設施，
它的散熱系統能散掉多少熱？大概70千瓦。为了散这70千瓦的热呢，它用了420平方公尺的散热板，花了高達5億美金。ISS 國際太空站為了70千瓦的熱，花了5億美金做了420平方公尺的散熱板，而 AI One 的衛星要散的比這個熱還要多。各位懂了嗎？太空免費冷卻，這個故事的真相是，太空不但不是免費冷卻，太空是全世界最難散熱的地方，因為那裡沒有空氣，沒有水，你的熱無處可逃。馬斯克對這個質疑怎麼回應呢？他輕描淡寫的說，可以說 SpaceX 知道怎麼在太空散熱。而且指了指天上那1萬顆星鏈衛星，意思是我們有1萬顆經驗，我們搞得定。但是各位，星鏈衛星才耗多少電？跟一個塞滿 AI 晶片要散幾十萬瓦熱的數據中心，那是完全不同的數量級呀。這就好像有人跟你說，我會騎腳踏車，所以我也會開太空梭。我不是說太空數據中心一定不可能，人類的工程很厲害，也許有一天用某種我們現在還想不到的方式能克服。但我要各位記住的是到今天為止，那個太空很冷，所以免費散熱的浪漫說法，在熱力學第二定律面前是站不住腳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是物理裡面最霸道、最不講情面的一條定律之一，它管的就是熱。它的態度非常明確，你想散熱，但你要付出代價，你要用巨大的散熱板，要用龐大的重量，要用驚人的成本，沒有免費的午餐，在太空也一樣。這就是今天最傷人的真相，不是 SpaceX 不夠強，是無論你多強、多有錢、多天才，你都沒有辦法克服熱力學第二定律。定律就是定律，定律不跟你含扣，沒有。好了，真正最荒謬的故事要來了。前面這一章有點硬，而且 SpaceX 相信一定可以克服。我們這一章講一個比較輕鬆一點，其實更耐人尋味的東西，一個荒謬的循環。我前面講了 ，SpaceX 把 xAI 併進來，所以現在 SpaceX 不只是火箭公司，不只是衛星公司，它還是一家 AI 公司。它要蓋這個太空數據中心呢，主要就是要餵養 AI 的算力需求。問題來了，誰會跟他去租這個算力？這個答案有趣啦，有趣的各位。根據報道，目前有2個大客戶，每個月固定付錢給 SpaceX 租他的 AI 算力。第一個是 Google， 每個月付9億2千萬美金。第二個就是我用的 Cloud 背後的公司 Anthropic， 報道每個月付給 SpaceX 大概12億5千萬美金，去租他 xAI 的數據中心。各位，你看那個數字多荒謬！做 AI 的公司，包含了 Anthropic， 算力不夠用怎麼辦？要去跟誰租？跟一家火箭公司租。做 AI 的公司開始賣，或者說開始跟火箭公司買算力。一家做火箭的公司變成 AI 公司的房東，而 AI 公司的付的這些房租呢，又變成 SpaceX 的火星夢燒太空數據中心的柴火。你看這個事情妙不妙？謝謝周總跟這個二寶爸的抖內，我目前線上有5個人，各位在聽大辛苦。
來，所以我們講這個東西哦，其實本身很荒謬，因為 Anthropic 也在這個荒謬循環裡面付着天價的房租。另一方面，這個荒謬的循環其實揭露一件很深刻的故事。各位有沒有發現，這整個故事繞了一整圈呢？回到什麼地方？回到了同一個瓶頸上面，能源跟算力。地球上的 AI 呢，缺電、缺算力、缺冷卻，所以想往太空跑。往太空跑呢，又需要火箭。那火箭公司呢，就順便自己做 AI。Elon Musk 大概有幾十萬張 GPU 吧，然後又把算力租回地球上的 AI 公司，大家都在追逐同一個東西，更多的運算能力，更多的能源，然後這整個瘋狂的循環，最底層那個驅動力其實非常原始，就是人類想要更多的算，我們想算得更快、更多、更聰明。為了多算一點，我們願意蓋火箭上太空，跟熱力學第二定律硬碰硬。Elon Musk 自己講過一句話，我覺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有點毛骨悚然。他說如果有一天我們能用到1%太陽的能量，那個文明將會遠遠比現在強大。可以聽出來了嗎？這盤棋一路下到最後，變成什麼概念？這盤棋下到最後，已經不是上火星了，它的終局是能源，是算力，是一個文明想盡辦法去攫取更多能量、更多運算，那個近乎本能的衝動。而 SpaceX 啊，不管你喜不喜歡 Elon Musk， 他確實站在這個衝動的最前線。他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同時擁有火箭、衛星、網絡跟 AI 的公司，他把這些東西全部串成了一台會自己加速的機器。但是各位，越是這樣，我越要提醒大家冷靜，因為這台機器跑得越快，它撞上的那道牆就越清楚。所以啊，請各位好好的思考。我們最後下一個結論啊，但今天本來要講核融合的，但是後來來不及講。但我個人覺得核融合是一個有趣的事兒，我不知道這個到底伊隆馬斯克有沒有走核融合這一條路，但是因為我一直問敏感問題，問到我的 cloud 又宕機了，所以就不要奢求了。Dyson Sphere 不是太陽能發電 ，Dyson Sphere 是把太陽能整個蓋住，然後把所有的太陽能吸收，讓它沒有溢出，所以才叫 Dyson Sphere。Dyson Sphere。那後來有一個演變型的，那就叫 Ring World 環狀世界。它做不到 Dyson Sphere， 但它可以做成像一個戒指一樣，像魔戒一樣繞着太陽。來，所以今天呢，很奇妙的狀況，就是我做 SpaceX 做一做，結果我的 Cloud 就再見，媽的，這個真是太悲哀了。但一時間救不了，算了，我不管。所以各位，我們今天從1公斤3塊錢的鋼一路講到了1兆7000億的地，講到了太空裡的數據中心，講到了熱力學第二定律，要收尾啦，要收尾啦，各位。目前按讚數是多少？我們還是呼籲一下大家趕快多按讚啊！你為何不用 Grok 以毒攻毒？我幹嘛要用 Grok 以毒攻毒？我都做完了。沙沙沙說：“謝謝朱大，今天內容太讚了，辛苦了。科普，今天是科普，沒有講很認真的東西。
那我剛問到核融合，他就炸了，你叫我怎麼辦？而且導致我本來要在第10章、第11章講核融合，就沒有放進去。什麼放SPCX 股票連結，427個按讚啊！各位多按讚一下，看能不能破500啊！真是的。來，我們今天講的內容呢，非常的粗淺，非常的科學普及。我們今天從1公斤3塊錢的不鏽鋼，講到了1兆7000億的帝國，講到了太空裡的數據中心，講到了熱力學第2定律，要收尾了。我也不知道核融合有沒有這麼敏感，但他不准我談了。我甚至談了這個之後，我整個對話再見，你知道？好，所以我今天最想要傳遞給各位，而且我跟你講，我大概是全台灣少數玩那個 Cloud 會一直觸犯國安法的，媽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說，因為違反使用者守則，查詢不安全且對美國國安不利的數字，那幹哪有啊？那你問的問題沒事，那是因為你問的方法沒事。但我這個人就是看起來一臉混賬的東西的樣子，所以他就不給我問。我等一下可能要從頭來啊，我不知道這個要怎麼辦。但沒關係，我們要講。我今天最想留給各位的，不是 SpaceX 好厲害，也不是馬斯克是騙子，這兩個結論太廉價了，我們不幹。我想留給各位是一個更冷酷，但是我覺得更接近真相的東西。各位，我們今天直播多少分鐘了？幫我看一下。什麼叫大概已知是朱璇在用靠腰嘞？我禮拜6還要做一集定制題目，更危險。好，來，各位回想一下今天的整條故事線。馬斯克的每一個成功，不鏽鋼、筷子夾火箭、猛禽引擎、可重複使用星鏈，他們的共通點是什麼？共通點是他每一次都是順着物理走。不鏽鋼為什麼贏？哎，你看我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狗皮膏藥都貼出來了，各位趕快，最後10分鐘打賞機會，沒有就沒有了。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啊！贏的不是 Elon Musk， 贏的是物理學。物理學有微信上那個人呢，我們後來找到了，我們已經把題目都討論完了，就等各位禮拜6的時候來聽。幹這個題目我做得超辛苦的，因為單純的邏輯沒有辦法解決它的問題，你必須要正反合。如果你想要找到開源情報去證明，我告訴你都找不到。這種高等級的機密兵棋推演都找不到。現在能夠找到的只有空洞，叫做負極合。邏輯告訴你，如果一個東西都找不到，你會正常得到什麼結論？不存在，對不对？但是本人就是一個雞巴毛。我覺得既然找不到，那一定有鬼，事出異常必有妖。所以我的分析後來是找這些空洞的妖，得到了一個結論。哦，這事情很妙，希望我不會因此而被滅口。來，Elon Musk 每一次的決定是順着物理走的，而且不被人類的惰性給限制。不鏽鋼為什麼贏？因為它在物理上就是又便宜又耐熱，低溫又變強。筷子夾火箭為什麼成立？因為物理上拿掉那幾隻腳，火箭就是會被變輕。猛禽燒甲烷為什麼聰明？因為物理跟化學告訴你，甲烷就是可以在火星合成。Elon Musk 最厲害的地方，從來不是他打敗了物理，恰恰相反，他最厲害的地方呢，是他比任何人都願意聽物理的話，不是聽孩子的話，是聽物理的話。Physics tell you。當所有航太工程師還抱着火箭就該用高級原料，就該長那個樣子的時候，馬斯克回到第一原理，問物理說：“哎，你到底准許我做到最多便宜、多快、多瘋狂？”然後物理告訴他什麼答案，他就照做，他就照做。
所以前面我們看到的所有勝利，其實都不是馬斯克的勝利，是物理的勝利。馬斯克只是那個最成型的聽從物理，然後把物理允許的事情做到極限的人。這就是為什麼當他走到太空數據中心，當他想跟熱力學第二定律說太空很冷，散熱應該免費的時候，他第一次撞牆了。因為這一次他不是順着物理走，他是想要跟物理討價還價。SpaceX 現在從221跌回199，對不對？我想要買一張200塊的 SpaceX 看一看，因為讓我可以監督它的上上下下起伏。所以物理從來不討價還價，物理 do not negotiate, do not haggling, do not argue。物理只是冷冷的把那一条斯特凡波茲曼定律擺在那裡，告訴你，你想要散熱，想都別想。100平方公尺，1平方公尺最多就是散600瓦，再多也沒有，1瓦都不會多給你。你要麼接受，要麼拉倒，要麼去想別的方法。各位，這就是我今天想講的核心了。我們常常把馬斯克這種人當成征服者，人定勝天，征服太空，征服物理。但真相是，沒有人能夠征服物理。馬斯克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他從不妄想征服物理，他只是順從物理，利用物理，把它用到極限。而他現在遇到的瓶頸，也就是他終於走到了一個連他這種第一原理大師也必須要低頭的時刻了。這個要低頭的時刻是什麼？是人生畢竟要撞牆。那這道牆有沒有可能被推倒？來，我給各位留一個開放的但很真實的想象。今天 SpaceX 帝國的2大支柱，一個是化學引擎，燒甲烷的猛禽，這是化學概念；一個是太陽能 AI-1 那個70公尺翼展的太陽能板。但各位知道嗎？這2根支柱物理上都有天花板。化學燃燒就是化學能的極限，這是化學界能量決定的，再怎麼優化都逃不掉，有極限。太陽能呢，你飛得離太陽越遠，它就越微弱。到了火星以外的 deep space， 太陽能根本不夠用。但我們要跟你講，物理的下一步是什麼？是核能，它直接從原子核裡面，從原子裡面拆出能量來，是核分裂，甚至核聚变、核融合的火箭引擎。這不是科幻，就在今年，英國有一家公司叫做 Pulsar Fusion， 波薩是一種宇宙中的強力電波星。Pulsar Fusion 他們的核融合火箭引擎已經達成所謂第一電漿，計劃在2027年呢，在軌道上測試核心元件。NASA 跟美國國防部合作的核分裂熱推進引擎呢，也預計這1-2年內要在太空裡第一次點火。核融合火箭理論上可以把去火星的時間砍一半，去冥王星從現在的好多年縮短到4年。我講這個的意思，不是 SpaceX 要被取代，它在現在這個時代，在我們的時代裡面是絕對的王者。我講這個是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物理的牆永遠矗立在前面。Elon Musk 用了第一原理推倒了火箭必須昂貴的這道牆，但它前面還立着化學燃料的速度極限這道牆，立着太陽能在深空衰減的這道牆，立着熱力學第二定律這道牆，
每推倒一道，後面還有一道。這就是科學。科學不是一個終點，科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是某個天才一勞永逸的解決所有問題。科學是一場永遠不會結束的人類跟物理定律之間誠實的對話。你問對了問題，物理就讓你前進一步；你想耍賴，想跳過代價，物理就把你擋在牆外。所以今天這一集3個結論給各位帶走。第一個，真相總是傷人。那個1兆7千億的帝國，背面寫了87億的虧損，是還在爆炸的火箭，是一個違反熱力學的散熱幻覺。在光鮮的數字底下，物理的賬一筆都少不了。順帶一提啊，我貼出來這個要飯的狗皮膏藥呢，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其實你要定制題目，麻煩$200、200歐元以上，好不好？那其他的你就是隨便抖內，開心一點就好了。來，第二個，科學終將勝利，但勝利的從來不是某個天才，是物理本身。Elon Musk 的偉大是在於他比誰都願意聽物理的話。鋼鐵會贏，是因為物理讓他贏。謝謝景浩兄送了5個會籍，各位都要收到吧。好，不管。第3，等價交換，每一次技術的躍進背後都有代價。更便宜的火箭換來的是一次次的爆炸，全球的網絡換來的是被污染的星空。1兆美元的市值換來是天價的虧損，跟一個沒有人可以保證的未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了，地上沒有，太空也沒有。各位，這就是 SpaceX， 一個用3塊錢美金的不鏽鋼蓋起來的了不起的，但終究要向物理低頭的鋼鐵帝國。它的浪漫是真的，它的極限也是真的，而站在所有浪漫跟所有極限的最後面，那個從來不說話卻決定一切的是物理。贏的從來不是馬斯克，是物理。今天的直播到這邊告一段落啦，各位趕快抖內，我一邊要抖內，一邊要請各位投票了。現在要不中會員真的很稀缺，請你自己看一下，你有沒有接受人家的那個物理抖內分你會員這個東西。來哦，怎麼今天有這麼多？這個白小洛非常震驚的說：“你竟然給膏藥排版了？那個放蕩不羈的豬大，你還好嗎？墮落啊，墮落！好，不要這麼激動。這個有網友說，希望以後呢有更多科普的題材。什麼情啊？要這沒問題啊，我個人就喜歡科普嘛。然後什麼方？謝謝你的抖內。”也不是放蕩不羈啊，有空就排個版啊。來，我再看看啊，支付寶有沒有錢？支付寶到賬50元沒有？支付寶1元都沒有到賬。差7個讚就500了，各位趕快按讚，趕快按讚。這個破個500，大家開心一下，好不好？來，接下來要投票啦。各位，請問今天的內容呢？哦，順帶一提，我應該要帶個貨，這個固態科的行動電源是好東西，現在即使漲價了還是可以買，因為年底很有可能再漲價，請大家務必要好好的幹。然後還有我們的芒果，今年芒果很便宜呀，一大箱6公斤才700多塊呀，1斤不到6公斤哦，1公斤100多而已，120塊吧，很便宜，趕快買。但我們只到7月中哦，再多沒有了。然後其他的蜂蜜趕快要加購。我最近有空，我應該要去搬個蜂蜜的。但因為最近端午節了，所以你們這個禮拜
下單很有可能收不到。很有可能收不到。今天芒果大收，赶快吃啦，多買多吃，不要浪費了。好，今天的內容，如果你觉得內容好，講的也好，請按一；你覺得內容好，講的不好，請按二；你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請按三。快快快快！台灣阿杰說贈送的會籍怎麼啦？你首先要開啟你的容許他人贈送會籍的這個東西，然後你要運氣好。好了，今天這個目標沒有過，這個大陸稀土戰爭的必然性跟背後的科學原因分析，希望在其他的微信或者是什麼其他的領域可以過。什麼？諾貝爾獎得主 Demis 下戰書，真正的通用人工智慧必須能從1901年的知識發明相對論。但是這需要一個 inspiration 呢。你這個挑戰真的很難啊！要從零創造圍棋啊，no， 這個是從文化面提挑戰啊，我不覺得是這個樣子。好啦，目前大家都投完票了，那我要把我這個投票結束了。你覺得人類未來會登陸火星嗎？幹43%人覺得不會哦，因為人類在那之前就會自相殘殺滅亡了。34%人覺得會，不然人類就會滅亡。23%人覺得不會，因為技術做不到，所以人類也會滅亡。總之有600票的人投，最後結果就是大家都會滅亡。好啦，開心好不好？好啦，今天的內容呢，到這邊也就告一個段落啦。那我看看我們直播多長的時間了，1分38秒，好不好？這個也是開心的。再7個讚就衝破500了，趕快按讚啊！趕快按讚啊！按讚沒破500，沒破500沒？搞不好會發明曲速引擎啊！曲速引擎跟要不要去火星是沒關係的。好了，今天的內容是的確不錯的，好不好？請各位有空多看。那已經破了，對不對？按讚好，既然都破了，那我們就開開心心的跟各位說，說什麼呢？說拜拜。